叶荣月抬眼看向赵尚宇，眼眸里带了几分感动，还有几分得意。剧情到这儿，叶玲珑忍不住转头去看四师兄的表情，然而他那位傻师兄还沉浸在发现自己瞎得离谱后的无限懊悔中，满脸写着这黑历史抹不掉了这几个大字儿，对这一场狗血大戏毫无感觉。只见司玉晨目光转向了裴洛白，黑山盟少主一会交给你，我去对付金世虫。正在一旁看戏看得津津有味的裴洛白愣了一下，为什么？我对若姬没兴趣。他的关注点怎么会在那里？他的心里眼里真的没有一点点我了吗？若姬，这愚蠢的东西竟然敢骂自己是若姬，什么玩意儿？找死吗？他对若姬没兴趣，难道我就对若姬有兴趣了吗？突破个化神而已，还没成仙呢，就开始不说人话了。抛去了恋爱脑的大男主，竟然就剩下了一身对天对地对空气的龙傲天气质，牛批啊！愣着干什么？动手啊！早点打完，早点收工。福岛资源丰富，有时间不如去寻宝吧。一场混战打得非常激烈，难舍难分。虽然黑金山的人数有优势，整体修为有优势，但对上清玄宗和昆吾城联手，他们的优势根本发挥不出来，甚至还有些打不过。叶玲珑抓紧时机，手持红颜往叶荣月那儿杀了过去。叶荣月回过头来，一双紫黑色的眼眸对上了叶玲珑的眼睛，那双眼眸中的紫黑色就像是一个漩涡一样深不见底，吸人魂魄。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，叶玲珑忽然感觉到背后狠狠一痛，有人刺破了他的肩膀，他迅速地从紫黑色的漩涡里抽离了出来。喂，醒醒！叶玲珑迅速反应过来，然后在极短的时间内破掉了他的禁制，恢复了他元婴的修为。叶玲珑转回头去看向叶荣月，只见他的双眸已经恢复了正常，他正脸色苍白地喘着气，额头上的汗水不停地冒着。叶玲珑迅速追上去，抬手一剑朝着他的心口刺了过去。忽然间，一道凌厉的剑气朝着叶玲珑劈了过来。叶玲珑迅速地收回长剑，切换红颜的伞形态抵挡。轰的一声响，他被这一道猛烈的灵力打得急速后退。只见黑山盟最强的化神魏正坤出现在叶荣月的身边，刚刚打过来的竟是化神一击。叶玲珑第一反应去检查红颜的伞面，看到他面上完好无缺之后，大大的松了口气。魏正坤的眉头皱成了一团，他一个小小的金丹竟然挡下他用了6成力道的一击，不但人没事，竟然连武器都没折。司玉晨和裴洛白两个人迅速的脱战后挡在了叶玲珑的面前。堂堂一个化神出手偷袭一个金丹期的小姑娘，这事儿传出去的话，我都替你丢人呢。裴洛白很生气，要不是小师妹那把武器逆天，他现在人就没了，这可太吓人了。大师兄，你少了一个关键点，化神偷袭金丹起失败，这样传出去啊，他更丢人。这个嘴皮子利索的小金丹果然好讨厌，确实是卑鄙无耻不要脸。金丹期的事情就该交给他们2个小金丹自己解决，不是吗？更何况这还是2个姑娘，你一个大男人竟然也能毫不介意地掺和进去。什么叫金丹期的事情自己解决？我打不过他呀！你这样不是让我送死吗？修仙界以强者为尊，你打不过还要一而再再而三地挑衅对方，难道就不该死吗？更何况你修为比他高，天赋比他强，年纪比他大，这都还打不过，你怪谁呢？叶荣月气得浑身发抖，豆大的眼泪不要钱的掉。你是故意要这样对我的吧？你求而不得，你因爱生恨，所以你要这样狠狠地刺伤我。叶玲珑一听，这狗血发言又来了，于是他从2位化神身后冒出了个脑袋，打算强势围观看个全景。有病趁早治，治不好就别出门，真的很丢人啊。哎，这就是没有了恋爱脑的龙傲天男主吗？就硬对啊。对一个姑娘说话如此恶毒，你以为自己是个什么好东西？我说话向来如此，与男女无关的，以及有病这事儿也与男女无关，建议你一块治吧。原来这才是冰山男主的真正人设，心冷嘴毒，没得感情。对面来了3个化神，我们2打3，你不会拖我后腿吧？你看不起谁呢？这3个
我们来对付，剩下的交给你们。两人顶在前面，气势凶悍，又拼又疯，这才是天之骄子该有的样子。自信大胆，敢拼敢战，年少轻狂就该这么狂。疯了疯了，这群人是真的疯了，碰到这群疯子好可怕呀！就在这时，轰的一声巨响，整个福岛晃动了起来。借着这个时机，黑金山的弟子迅速地拉开了距离，结束了战斗。就在所有人抬头望向福岛深处震动发出来的方向时，一切都消失了。福岛之上一定有事发生，多半儿是出了什么厉害的东西。先撤离，办正事要紧。逃跑就逃跑，说那么好听的骗自己干嘛？你放心，此仇我们必报，你且等着。干嘛？你还有招啊？叶荣月听到这话，他目光看向清玄宗的人群之中。少主，你看到了吗？就是邱灵雨这个叛徒，害得我刚刚差点被杀了。这件事情必须追究他的责任。你生是我黑金山的人，死是我黑金山的鬼，你给我回来！叶玲珑后退一步，走到了邱灵雨的身边，一脸敷衍的把手里的剑架在了邱灵雨的脖子上。哟，原来他是你们黑金山的人，少主如此在意，看来是个重要人物了。谢谢少主和少夫人，现在人在我手里，你们想要是吧？行，那咱们来谈一谈赎金吧。朝着罗延忠那边看了一眼，跟班小骡子秒懂。叶子姐，谈钱伤感情啊，不如一换一，拿叶荣月来换吧。开什么玩笑？叶荣月也配？他躲在黑金山，我也能杀他，换回来干什么？我们这边谁还要他？也就是黑金山少主不嫌弃脑袋绿。你们这些无耻之徒！没词啦！哎呀，有空多读书，不然你打又打不过，吵又吵不赢，多丢人啊！总之，此仇必报。我们走。有仇当场报不了，后续也是送人头，一头不够送两头，来送几头收几头。宗门联盟里头是开设了什么嘲讽专业课吗？怎么一个两个嘴巴都那么毒啊？黑山盟弟子的脑子里顿时就剩下了一头两头送人头，送完这头送那头。金不想忍，但不得不忍。他们一走，宗门联盟这边气氛一下子爆发了。万万没想到，他们第一次正面硬刚黑山盟，竟然刚了个大获全胜。骂人骂赢了，干架也没输，气势上来了，打着还痛快。他们憋着这一口气儿憋太久了，每个人都高兴的不行，就连表情常年冰封的司玉晨也跟着笑了起来。虽然你没拖后腿，但实力也就那样了。裴洛白顿时笑容一收。这是挑衅吗？又想干架？你自己又好到哪里去了？好不到哪里，但至少说明下一次我再跟你公平一战的时候，我打赢你。这人呐，还记着巅峰舞会之上被打败的事情吗？小肚鸡肠，目光短浅，难当大任。期待你们4年后的巅峰舞会再比一场啊！想什么呢？他们已经化神了，等上修仙界的收徒大会开启人就走了，谁还跟你参加巅峰舞会？你自己称霸去吧。罗延忠一脸震惊。叶子姐，你觉得4年之后我能称霸？为什么不能？可我应该打不赢你吧？叶玲珑嚣张一笑。你不必打赢我啊，因为下一届巅峰舞会我也去上修仙界了，这魁首之位就让给你了。也不知道这福岛出了什么厉害的东西，我们要不要现在过去看看，抢占先机啊？不用，动静这么大，他们一时半会也解决不了。其他人若是能在半个时辰内解决，说明也没有多厉害。我们原地休整半个时辰再出发。刚刚那一战大家伤的也不轻，30来个人坐下休整，该吃药吃药，该治疗治疗。队伍里有花诗晴和陈七元在，大家的外伤虽然很多，但都得到了很好的处理。不仅如此，莫若琳还帮大家简单的修补损伤的武器和防具，以便在下一场战斗时大家能够有最好的状态。看到大家都在忙，杨锦州也默默地忙了起来。做点心太慢，他决定做灵气丰富、最滋补养伤的大锅汤，人人有份儿，永不落空。看到大家已经有序地忙活起来，叶玲珑决定自己先去查探一下情况。罗延忠和陆白薇赶紧跟上。我们一块儿去吧，相互有个照应。干架我不行，
逃命的话是霸榜第一的。行，一会儿真要有个特殊情况，还能有人帮忙分担一下。叶玲珑临走之前，把邱灵雨也叫上了。小师妹，注意安全，无论情况如何，都先回来，不要莽撞。放心吧，大师兄，就这出门的配置，我想莽也莽不动啊。你好好养伤，你们两个化神才是我们最大的底气。叶玲珑说完之后，把玄影拿了出来。载了4个人之后，玄影开启了自动巡航模式，直冲福岛震动爆发的方向。邱灵雨知道自己逃不过了。谢谢你救我。老实交代一下吧，到底是什么情况？我其实是赵尚宇的未婚妻。这么狗血的吗？那叶荣月岂不是抢人夫君的小三？我和赵尚宇是有婚约，但我一直就没喜欢过他。这个我知道，你心里边喜欢的是程伟，但喜欢又不能在一起，你们苦恋无果，陷入了僵局，直到叶荣月的到来。这解释合情合理。叶玲珑和陆白薇忍不住点点头。其实程伟只是我表哥。不是啊，能不能不要这么多转折，走一走俗世的套路不好吗？不过我不喜欢赵尚宇，但却要为了双方家族的面子留在黑金山准备完婚，一直到叶荣月的到来。他来了之后迅速的和我成为了朋友，然后给我出谋划策，帮我搅黄这桩婚事。虽然我知道他一直想当少夫人才会帮我，但是我不介意，因为大家目标是一样的。后来我们联手加上赵尚宇的努力，终于让黑山盟主答应了退婚，同时给他俩成婚。新婚夜我作为他的朋友我也很高兴，可我没想到他会选在新婚夜对我下手，那可是他的新婚夜啊！他趁我喝醉安排人凌辱我，可惜被我表哥察觉到，先一步把我救下了。又是叶荣月的套路，在害人之前先给对方安排罪名和污点，然后用这个污点做借口掩饰他在背后下的黑手。表哥救了我，自己却走不掉了。我一个人躲在表哥掩藏过的黑暗岩石缝隙里，眼睁睁的看着他被他们送进了炼狱里。我整整在那个缝隙里待了5天，直到后来看着他被抬出来的时候，人已经面目全非。说到这里，邱灵雨已经泪流满面了。我没有办法，我只能找机会混进黑金山弟子的队伍里。为了给表哥报仇，我甚至混进了福岛里。我等着他被反噬的那一天，我一定要亲眼看着，替我表哥看着。那种痛叶玲珑懂，若不是他阻止得快，大师兄、二师兄、七师兄和4师兄以及师姐们也是这样的下场。他在指尖捏了个大重生术，然后轻轻地拍了拍邱灵雨的手背，让他放松下来。所以你躲在那个黑暗的缝隙里，除了看到这些，还看到了什么？我看到了，叶荣月她有一面镜子。镜子？什么样的镜子？我听叶荣月称之为前尘镜。起初我以为那只是一个普通的法宝，直到后来我亲眼看到她在拿出前尘镜的时候，镜子里出现了天降福岛的画面，而那个时候天降福岛的消息还未传开。后来他把消息传给了黑金山赵章元，这才使得黑金山在第一时间做了准备，带人前往天降福岛的位置埋伏。若不然，福岛在东方位，而黑山盟在西边，黑山盟怎么可能有机会赶在地处东方的宗门联盟之前到达？也就是说，前尘镜会给他传递信息，而且是很重要的信息，甚至预言了天降福岛的发生。是，我还听到他向镜子提问你4师兄。前尘镜不但告诉他你4师兄的位置，还把你4师兄手里的法宝信息也详细的告知于他。陆白薇和罗延忠当场就惊呆了，世上竟然还有这种宝物，可以预言未来，还能知晓一切。天哪，这东西这么厉害，天道能容得下它？原来是这样。叶荣月本不是什么有大气运的女主，全凭前尘镜提供的信息，这才让她能够要什么有什么，收获无数至宝，骗取他人信任。你刚刚说你要亲眼看着他被反噬。对，今天你接近他的时候，你看到他那双眼睛了吗？变得无比可怕。看见了，有点不像他了。对，这说明他被前尘镜反噬了，前尘镜控制了他的灵魂。叶玲珑一怔，这不对，很不对。如果他没有穿书，一切按照原著上的发生，叶荣月应该是被前尘镜带着登顶巅峰了。可若前尘镜会反噬叶荣月，
即便他没有穿书，叶荣月最后的下场也不会好。那是不是说明叶荣月很可能根本就不是什么天道选中的大女主，而是被钱晨静选中来替自己完成某个大计划的人，一个轻而易举能控制的人？那这本书的真正主角是谁呢？讲的是什么故事？是谁在这背后操纵这一切？到底有什么目的？到这个时候，叶玲珑便后悔自己为什么不忍着看下去。叶玲珑气得直敲脑袋，只不过他敲的是隔壁罗延忠的脑袋。罗延忠正一脸莫名的时候，陆白薇也跟着敲了敲。太气人了！猝不及防就被左右敲打的罗延忠无语了。虽然但是他一动不敢动，毕竟左边和右边没有一个惹得起。钱晨静会随时控制他的灵魂吗？不会，情况发生的很少，而且每次发生的时候叶荣月都在反抗，所以控制结束之后他的脸色会很苍白，整个人很虚弱。叶荣月这个人又无能又贪心，明知道自己控制不住钱晨静，还要被他反噬，却还舍不得丢掉他，丢掉这个可以让他轻而易举得到一切的东西。其他人都点了点头，说白了就是贪。所以他一定会被反噬的，对吗？你既然想要报仇，与其靠近他被钱晨静反噬，为何不亲自手刃了他呢？因为我做不到，就连表哥那样的天才都没能躲过，我这样的废物又怎么能？如果你都觉得自己不能，那你真就一辈子都不能了。你觉得我是可以的，是吗？我也觉得你不行。正准备好接受一大口鸡汤的邱凌雨满脸问号。因为杀叶荣月是我上辅导的一个重要目标，我必取他狗命，谁也不能截胡，所以我不可能让你得逞的。你的思想觉悟很正确，你确实是做不到。跟叶玲珑聊天，心脏没点耐造度真的不行。所以他追杀你到底是为什么？他想要你的什么东西啊？破土珠。也是他问钱晨静问出来的？那倒不是，是我自己告诉他的。当过一段时间的好姐妹，我不小心说漏嘴了，没有想到她是这样的人。我们连你好姐妹都算不上，你也漏嘴给我们，你真的太爱炫了。你的破土珠借我看一眼。当初叶荣月知道以后也是偷偷谋划而已，叶玲珑这是明抢吗？不是姐，你的虚火珠拿出来给他炫一下。陆白薇二话不说，立即把蓄火珠拿了出来。邱凌雨面色一惊，见此竟鬼使神差的把自己的破土珠给拿了出来。而此时叶玲珑把自己的苍水珠拿了出来，三枚珠子摆在了一块儿。有意思。看样子这钱晨静还想集齐5枚含有5行属性的珠子呢。玄影的背上一行4人一下子安静了下来。叶玲珑还在撑着下巴整理今天获得的这些信息，他总觉得事情没有那么简单。就在这时，前面出现了大量的声音。收起玄影之后，他们悄悄地往前方靠近。此刻山里头隐藏着的一头巨大的龙龟妖兽破山而出，正对着前方的人拍打撞击，尾巴横扫，要把这些侵略者全都杀死。而在他的身后，崩塌的山体之内藏着一株已经成熟的七彩果。这是什么果子呀？一株竟然有7个颜色。不知道啊，我对八卦非常精通，但仙灵药草是我的知识盲区啊。叶玲珑从戒指里把胖头给拿了出来。认识一下，前面那位是不是你认识的兄弟？哦，七色猪梨果，干什么？你想要啊？还没熟透呢，最下面那个紫色的果子还差点光泽，不然你以为那只龙龟妖为什么留到现在都不吃掉？那他有点倒霉，快成熟了，结果被人发现了。他倒什么霉呀？你以为他为什么长那么大？这七色猪梨果他都吃过好几轮了，再吃下去要无敌了。什么叫无敌？无敌的意思是，别说你们这些小金丹小元婴了，就是化神来了也得被爆头。这么厉害？快炼虚的修为嘞，就差这一株了，等他吃完这一株就该吃掉你们所有人了。哼，那我被吃掉之前，我第一件事就是把你给吃了。我的果子绝对不会让别人占便宜。这七色猪梨果长修为这么快，是绝对的大宝贝啊！叶子姐，这情况怎么办呢？要不要把其他人喊过来？这七色猪梨果可千万不能落到黑山盟的手中，否则他们再多几个化神的话，我们下次真就是打不赢了呀。叶玲珑看着眼前僵持的局势，沉思了片刻，然后微微一笑。哼，我们来玩点刺激的啊！陆白薇和罗延忠眼睛一下子就亮了，干大事了，又要干大事了。只见叶玲珑在戒指里面掏啊掏，
掏出了一个透明色的圈圈，圈圈拿出来的时候只有戒指大小。他注入灵力之后，圈圈迅速变成了花盆大小。然后叶玲珑拿出一张符纸，用符笔在上面写写画画，最后贴在了花盆大小的圈圈上。小白，你让你的兄弟们把这个圈圈送到那株七色朱离果那儿，将它套住，然后再把圈圈上的符纸给撕下来。小白点头，然后露出了一个超乖巧的笑容。真乖，下次给你捡一身新衣裳，喜欢什么颜色的都可以。现在呢，你先去指挥他们干活，速度可以慢一点，不必着急，只要别被发现就好。小白接到任务之后，开始高高兴兴的干活去了。叶玲珑迅速的拿出了一张白纸，画了一株七色朱离果，然后在旁边写了许多七色朱离果性状和气味的描述。写完之后，他把纸撕了下来，递给陆白薇。辛苦师姐回去一趟了，把这个交给3师姐和4师姐，让他们按照上面的描述给我仿制一个。你让他们在1刻钟之内搞完，搞不完呢就搞个大概。最重要的是啊，你一定要按时回来。放心，包在我身上。那该你上场表演了。前方几大势力的人还在跟龙龟妖互相试探，一直在来回切磋，但一直没怎么动真格，进度慢的让人昏昏欲睡。这时，一道稀稀疏疏的声音传来：“是谁？”魏正坤回头怒喝一声，同时一道灵力砸了过去，吓得罗延忠迅速的从草里跳了出来。宗门联盟的人，叶玲珑的走狗。你才走狗，你全家都是黑金山的走狗。只见他骂完之后，头也不回的就跑了。别跑！废话，当然要跑了。你们竟然偷偷摸摸的在这里杀妖兽夺灵宝，等着，我去喊人来收拾你们。这人一去一回需要时间，掐指一算，叶玲珑他们那群人到达之前大概还有至少1刻钟，如果不能快点拿下，到时候他们就要来分一杯羹了。于是黑金山为首的几个人商量了几句后，决定速战速决。苍山72宫和百教神殿的各位，你们也听到了，再拖下去，宗门联盟的大批人马就要来了。与其再加他们一起分一杯羹，不如我们联手速战速决，打败了这龙龟妖的时候，大家平分。至于那株灵宝，谁能抢到手，大家各凭本事。赵尚宇说完，其他2个势力都没有意见，唯有唐一凡带领的七星宗被排除在外。在达成一致之后，黑金山率领着其他2大势力开始全力围攻那只龙龟妖。叶玲珑眼看着他们还是打得难舍难分，嫌弃的摇了摇头，一个个看起来很努力的样子，其实一点都不够拼命。我这就来给你们加把火，做好事不留名，你们不用感谢我。他目光转向了七色朱离果的方向。小白，位置可以了，动手。小白一点头，迅速操纵那些小纸人。只见他们行动迅速的把圈圈往上一套，符纸往下一撕，然后往圈里一躺，结束了自己所有的使命。圈圈之上迅速的升起了一道透明的屏障，整一颗七色朱离果给隐藏了起来，包括灵气、香气瞬间全无。激战正酣的龙龟妖感觉到空气中的香味消失了，一回头他便看见那一整株七色朱离果不见了。可恶，这些无耻的人类竟然趁他战斗的时候把七色朱离果给偷走了。龙龟妖气得疯狂怒吼起来，整一片山谷都颤抖了起来。他爪子狠狠往地上一拍，地面又多了几条小裂缝，尾巴往山体上一甩，山体直接被打碎了。之前看那只龙龟妖懒洋洋、慢悠悠，一点也不凶的样子，他们还以为他只有化神初期，这才选择速战速决的。谁知道他前头竟然只是跟他们玩玩而已，现在是真的发怒了。就在所有人都慌张不已的时候，七色朱离果不见了！这怎么会不见了？不知道啊，没看到谁过去偷啊。那么深的距离，有人过去再回来，怎么会不被发现呢？行了，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。七色朱离果都没了，那还打什么呀？撤退，全部撤退！然而他们这时候想要撤，龙龟妖却不肯放过他们了。龙龟妖怒吼一声，强大的气息朝着眼前这些人直接喷洒而去。几个化神艰难地顶在前面，撑起一个巨大的屏障，苦苦支撑。砰的一声，屏障破碎，还是震伤了在场的所有人。叶荣月看到这一幕，吓得脸都白了，幸亏他手里法宝多，不然他刚刚得跟着爆开。龙龟妖庞大的身躯直接腾空飞起，朝着地面上的人砸了下去。
5个化神迅速的凝聚灵力，联手抵挡。这样下去不行，化神能逃，其他元婴的也逃不掉。若是元婴都死光了，就是剩下化神的话，这损失谁也承受不起。这么说来，你们是有主意了。黑金山有一个很厉害的阵法，可以联手越阶战斗，只不过阵法需要修为相同的5个人方能运转。虽然你们不是黑金山的，但现在已经是顾不得许多了。郑坤，那是黑金山的不传阵法。那少主是希望我们今天死在这里吗？我同意把黑金山的阵法告诉2位。赵尚宇没有办法，他一咬牙不说话，算是默认了。这时魏正坤从戒指里取出2个玉简，其他家的2个化神接过玉简，将玉简里的信息直接提取送入脑中。摆阵！魏正坤大喊一声，下一秒在场的5个化神迅速地摆出了一个强大的阵法。在龙龟妖下一个重击落下来的时候，他们5个人竟然硬生生地给扛住了。这时候他们再跟龙龟妖打的时候，便不再是单方面的碾压，而是开始打得有来有回了。对嘛，这样打才好看。他一边蹲着看，一边偷偷摸摸地研究他们黑金山的这套上古阵法。这阵法你会吗？我只是即将要嫁到黑金山，并不是真的嫁了，就是一般的弟子也学不到，得是掌门亲传才可以。这么珍贵？那当然，不然你以为赵尚宇为什么舍不得给？果然强大的阵法不可能一眼看穿，黑金山这阵法有那么点儿跟得上清玄宗阵法的档次了。研究不出来，叶玲珑干脆专心看打架。小师妹搞定了，这也太逼真了，怎么做的？3师姐、4师姐和陈七元3个人联手打造的。哦，对了，4师兄也参与了润色和香味的调制。邱灵雨默默地竖起了大拇指，他将7色朱梨果送到了邱灵雨的手中。该你出门送快递了，选一个你喜欢的人，送他一份大礼吧。邱灵雨一愣，然后迅速换上了黑金山弟子的衣服，往自己脸上抹了点血，散乱了头发，遮掩了面容之后，他方向精准，毫不犹豫跑到最后尾的叶荣月所在的地方。我就知道他一定会选择叶荣月的。那你不拦着他，叶荣月要是被龙龟妖一口给吃了的话，你就没有办法完成你许下的诺言了呀。不慌，根据我们和叶荣月大战300回合的经验来看，他这次就算是被算计成功了，10有8九也死不了，就是又要掉几个保命法宝而已。五师姐成长了，对于杀叶荣月这件事情，叶玲珑一点儿也不着急，有的是时间一层一层剥她的保命装。彼时叶荣月正在全力闪躲他们打斗过程中掉落下来的妖兽之力。少夫人当心！一个黑金山弟子忽然冲到他前面，替他挡掉了前面的妖兽之力。叶荣月正要松口气，那个替他抵挡的弟子忽然回过头，就往他的心口上刺了一剑。砰的一声，叶荣月胸口的护心镜碎了。来人，救命！还没等他看清楚那个弟子的容貌，他便转身逃了。看到那个人身上掉落了一个包裹，那是什么东西啊？黑金山弟子赶紧捡起来，送到叶荣月的面前。在叶荣月的示意之下，他打开了包裹，露出了里面的7色朱梨果。真是大包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……那弟子话都还没说完，自己连同身边那几名弟子当场就被龙龟妖的一爪子拍成了肉泥。叶荣月反应快，在看到7色朱梨果的第一时间，从戒指里拿出了他的保护球，将自己罩在其中。他被狠狠地震了一下，一大口血吐了出来。虽然受了重伤，但是命保住了。跟龙龟妖激战的化神5人组迅速赶到，并救下了幸存的叶荣月。7色朱梨果怎么会在这个位置？原来是你们黑金山的人偷的。不是我。还狡辩！7色朱梨果已经得手，你们竟然还骗我们陪着你们一块儿去对付龙龟妖，简直是无耻至极！龙龟妖重新抢回了7色朱梨果，此时他停止了攻击，正张大嘴巴准备把7色朱梨果一口吞掉。7色朱梨果要被他给吞掉了，怎么办？当然是拦住他呀！他要是吃掉了，那我们今天的折损岂不是全白费了？他刚刚已经被我们重伤了，现在是最好的时机，趁他伤要他命，我们继续联手。我们绝不可能再跟黑金山联手，要打你们自己打。这果子都到他嘴边了，还骗我们巨强，你当我们都是傻子吗？没错，一旦他把果子吃掉，修为大涨，实力大增，到时候谁都别想活。苍山72宫听我令，
趁此机会迅速撤退。白教神殿，迅速撤退。两大势力都趁着龙龟妖吃果子，顾不上打架的时候迅速撤离了。赵尚宇无奈的道：“撤退，开始撤退！”黑金山的弟子听到命令，迅速转身逃亡。那只龙龟妖没追来，他们松了口气。然而没逃多远，看到前方冲过来的大部队时，又一口气提到了嗓子眼上。撤，快换条路撤！赵尚宇一喊，黑金山的弟子立即换了个方向，落荒而逃。我们现在已经强到这种地步了，黑金山的人见到我们，竟然远远的就绕道逃了。有什么奇怪的？3个化神打不过2个化神，他们不跑，我都替他们着急啊。一凡兄，你们怎么在这里？洛白兄，玉晨兄，在这里遇见你们真是太好了。清玄宗和昆无尘竟然这么快集合了吗？那倒不是，一开始我们就是一起进来的。唐一凡没听懂，但是没关系。你们快走吧，前面那只龙龟妖吃掉了7色猪梨果，本来就恐怖的实力马上就要爆发了，连黑金山的人都跑了，你们现在过去就是送死啊！清玄宗和昆无城的弟子眼睛一下子就亮了。他真的吃下去了？千真万确呀，我亲眼看见的。那还等什么？赶紧去收割呀！确定不是去送命？唐一凡不能理解，但是没关系，自己跑就是了。唐一凡正准备带着七星宗的弟子撤离。谢灵异，首席师兄，他们都跑过去了，必定是有好事啊！你这么相信他们？我不相信他们，但我相信叶玲珑啊！真的，首席师兄，你信我，必有好事啊！唐一凡犹豫了一下，但想到叶玲珑3个字，他一咬牙，回头。另一边，黑金山弟子灰溜溜的一口气跑了老远。这件事情，希望少夫人能给个解释。荣月，你解释一下吧。叶荣月气得咬了咬嘴唇，没想到赵尚宇也靠不住，豆大的眼泪开始不要钱一样的往下掉，然后抽抽搭搭的开始解释起来。最后他把眼泪一抹，眼底露出了一丝狠辣。你们放心，我有办法让黑金山的实力更上一层楼，到时候别说洗刷今天的屈辱，就是灭了其他3方势力也不在话下。当务之急，先把黑金山所有弟子召集齐全吧。好，就按照你说的做。下次再见宗师联盟那些狗东西的时候，必定要杀他们个片甲不留。所有人都跑掉之后，叶玲珑也没敢直接跑到龙龟妖面前去，他还蹲在原地看他的反应。这么大浓度的沉睡丹制成的果子，他竟然还能撑那么久。我下次不会这么鲁莽了。我倒是觉得你做的不错哎，你要是直接给他，他肯定是警惕，他自己好奇捡回来效果更好。你就别取笑我了，你明知道我想杀叶荣月，刺杀不成，陷害又没弄死他，我……邱灵雨气死了，这女人又不强，可就是怎么弄都弄不死。习惯就好啦，你又不是第一次失败，后面还会有好多次呢。听听，这说的是人话？我说过了，他的命是我的，除了我谁也不能动，可你偏不信。年轻人就是容易盲目自信。能不能搞清楚到底谁年纪小啊？走啊，干架去！于是清玄宗、昆无城和七星宗3个宗门联合，把昏昏欲睡又重伤在身的龙龟妖给收割掉了。他一死，庞大的身躯倒下，整个地面震了一震，同时也振奋了宗门联盟弟子们的心。感谢黑金山，感谢苍山72宫，感谢百教联盟，白送我们一只这么大的龙龟妖。好在他现在不是敌对方，不然真的要被气死。小师妹，7色猪梨果到底哪儿去了？那他还在这里茁壮成长呢。众人看到7色猪梨果，激动的眼珠子都要瞪掉下来了。叶玲珑又把罩子给盖了回去，再养养，低调养。盖回去之后，大家开始准备瓜分这一头巨大的龙龟妖。这样，你们把自己想要的部分写好，交给你们各自宗门的大师兄，写完之后交给我，我考虑一下再做分配。大师兄，你看昆无尘都跟着清玄宗了，他们日子过得那么滋润，我们宗门联盟本是一体的，不如……唐一凡眉头一挑，他也这么想，这小姑娘跟他平时没什么交集，所以他去的时候把谢灵异给带上了。叶子姐，我们想给你当个跟班，你要不要考虑一下收了我们？我们什么活都能做，苦力活、打架活、演戏活都会，还听指挥呢。当然可以啊，宗门联盟本就是劣势，大家能团结是最好的。那就在这里谢谢叶子姐了。我代表七星宗弟子
感谢叶小师妹。唐一凡规矩地朝着叶玲珑行了一礼。客气了，唐师兄。那你先忙，我们先去帮忙收拾一下这里。叶玲珑点了点头。大叶子，起床了。哦。你看到那只龙龟妖了没有？修为快练虚了，你有没有什么想要的？大叶子睁开眼睛扫了一眼，用看垃圾似的眼神看着无数人梦寐以求的大宝贝。没有。哦，那你觉得有没有什么是我需要的？大叶子又扫了一眼。留个龟壳吧，内丹你也留着。龟壳这么大，是有什么用吗？给你升级红颜的防御力。你今早不是被那个小化神打了一下吗？是啊，但是红颜没裂开，我也没怎么受伤，这不是挺好的吗？哪里好了？要是他一道灵力打过来你没事，他被反震个内伤，这才叫好。这样下次他还敢打你吗？你求他都不敢打。还能这么玩？看到叶玲珑一副瞪大了双眼久久不说话的样子，大叶子仔细地反思了一下。怎么嫌龟壳太丑啊？无妨，我给你提炼成花的样式，对方打过来反震效果出来的时候，一朵花状的灵力出现，挡住了攻击的同时，花瓣反向飞正。打架就打架，打架还要搞这种美学，简直让人激动哭了好吗？他上辈子是个颜狗吧？啊不，颜神。赌10个零食，他本人必定长得好看。好好好，我同意。等你拿到龟壳再喊我，我再睡会儿。大叶子，那内丹呢？内丹用来做什么？不知道，它最值钱，所以留着。大叶子深得我心。叶玲珑跟叶清玄商量完毕之后，迅速在分配的单子上又写了几行，然后满意的点点头。拿到分配结果的唐一凡不由得感叹一声：小谢啊，还是你眼光毒辣，不然我们差点就错过了。首席师兄，你不知道我这毒辣的眼光是吃了多少亏换来的。要是时光倒回从前，他一定在西山秘境的时候就开始跟着叶子姐混了。一凡师兄，你快带着弟子去分割吧。好的。对了，龙龟妖的血灵气很浓，一凡师兄你自己多留一些。你也是元婴后期的人，差一步就上化神境了，这次抓紧机会好好努力，你可以的。化神？他竟然觉得自己这一次是有机会上化神的。豆芽菜，你这元婴中期还不够努力啊？怎么说这趟辅导结束也该上个化神吧？你分明是可以的。江玉征一愣，化神？他还在元婴期死命拼搏，叶玲珑却觉得他可以上化神。天哪，他竟然这么相信自己，自己岂能不努力？二师兄，你什么时候化神啊？我等了好久了哎。沈离贤一怔，猛地抬头。我化什么神？他不是直接上炼虚的吗？大师兄，你受过伤，所以就一定要捅人家2刀吗？这阴阳怪气的，你差不多得了。哎，上炼虚了，二师兄你努力点，我等你带我去沙川黑山盟统一辅导，登顶巅峰。哎，小师妹别起哄啊！不对，小师妹才是始作俑者呀。别到时候4师兄和5师兄都破化神了，你还在元婴跟一群孩子玩耍。忽然被点了名的杨景洲和穆萧然猛地抬起头来，人在歌龙归，锅从天上来。我今天看到了黑金山、苍山72宫和百教神殿大战龙龟妖了，打的那叫一个精彩，天崩地裂，好厉害啊！叶玲珑这么一说，一起观战的罗延忠和邱凌宇便也跟着说了几句，确实打得很精彩啊。他们黑金山有个上古阵法好厉害的，我看了之后仔细的研究了一下，我竟然摸到了门道了。叶玲珑这话一出，罗延忠和邱凌宇又忍不住抬起头，震惊的看着他。他不是没研究出来吗？如何？那上古阵法需要6个化神方能达到效果最佳，如今我们只有2个，人数远远不够。哦，叶子姐的常规操作。所以2师兄和4师兄和5师兄是必须要上化神的，否则他们那个阵法一来，我们根本就打不过，到时候呀就是全军覆没。等下，你说需要6个人，可你刚刚说的只有5个呀。对啊，从胸位上来说呢，我觉得2师兄、4师兄以及5师兄是可以达到的。至于这最后一个名额，叶玲珑看了看宁明成，又看了看季子卓，看得这2个人浑身发毛。又来了，就看你们2个谁更努力一点啦。果然，谁最后没选上6人阵法的，剩下那个呢就陪我一块修炼，带着我一起上化神吗？宁明成和季子卓，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这沉重的打击绝对不能落在我身上，死道友不死贫道，大家各凭本事吧。看到6师兄和7师兄眼中擦出了你死我活的火花，叶玲珑满意的转身走了。
大家保持一个向上拼搏的状态，良性竞争，这才是正确的嘛。趁着大家都在忙活的时候，他一个人钻进了那条深不见底的裂缝里面去。他拿出夜明珠往下爬了爬，下面除了是裂开的土地，好像什么也没有。他坚持着又往下爬了一段，还是什么也没发现。但好像下面的空间似乎变大了。他忽然听到了一个熟悉的声音，声音是从上面传来的。他迅速地爬出了裂缝，看到蔚蓝的天空上干干净净的，什么也没有。难道是他幻听了？他刚刚分明听到了灵鸟的声音，那只在师傅院子里出现过的灵鸟。师兄师姐，怎么了，小师妹？你们刚刚有没有听见师傅院子里那只灵鸟的声音？小师妹这么一说，我好像是听到了。原来不是我幻听，我刚刚好像也听到了，是不是那个方向传来的？剩下的人全都惊呆了，抬头望向东边的天空，那里什么也没有啊。大师兄是化神，五师弟精通御兽，他俩能听到不奇怪，为什么小师妹一个金丹也能听到？你自己修为低不好好修炼，还怪小师妹本事强，你好意思的？好一手拉踩。奇怪了，这浮岛之上怎么会有灵鸟呢？可是我们都没有看见，光听声音不能确定就是了。鸟叫声大差不差的，会不会是我们先入为主了？这事先不管，他真的要在这岛上，下次必定还能遇见。若是听错了，那就是虚惊一场。你去哪儿了？弄个灰头土脸。我到裂缝里去看了一眼。看到什么了？什么也没有，但是下面好像有个很大的空间。以后这种事情你不要一个人去，喊你六师兄或者七师兄陪着，要是有危险的话让他们顶前面，毕竟他们真的是缺乏锻炼的。晚上篝火点起来的时候，整个山谷变得无比热闹，大家开始处理自己分到的部分。生的龙龟肉吃起来不好吃，他们便花零食让杨锦州帮忙加工。罗延忠一看，这可是大生意，于是他迅速地支起了一个烧烤摊，干起了老本行，还用3寸不烂之舌忽悠谢灵义和江玉征一块加入他的店铺，成为合伙人。陆百威看他们忙不过来，自告奋勇地去帮忙收零食，赚点小外快，一边赚一边还蹭了好多口肉吃。看到他大串大串烤肉拿走去跟叶玲珑分着吃，烤肉师傅3人组是一个字儿也不敢蹦。除了吃，陈七元和花诗晴那边的生意也是好到爆棚，很多人拿着材料去给他们，用材料跟他们换取丹药，也有花钱让他们帮忙制药的。而莫若琳也是忙得不可开交，很多弟子们折损的灵气需要修补或者打造新的灵气，都只能找莫若琳一个人。不仅有炼气师和炼丹师，他们还有御兽师。在福岛上抓到了未驯化灵兽的弟子，也跑过来找穆萧然帮忙。一时之间，清玄宗的弟子们成了香饽饽，被大家围着送钱，一晚上赚得盆满钵满，幸福非常。大家正热闹地做着自己事情的时候，叶玲珑悄悄地找了个人烟稀少的风水宝地。大叶子，我来啦！叶清玄一睁眼，看到的便是一片漆黑偏僻的小树林，这氛围怎么搞得像偷情似的？大叶子，你快上我身啊！叶清玄叹了口气，迅速地上了叶玲珑的身，跟他挤在了一块儿。刚上去，便看见他足尖一点，跳到了一棵树上，找了一根高处的枝丫坐了下来。他从戒指里掏出了2个大肉串，放进嘴巴里啃了起来。好吃吗？好吃。我汤也给你留的。小骡子的手艺是越来越好了，脑子也比以前好使，怪不得他能成为清玄宗弟子之外唯一一个今晚赚大钱的。叶清玄轻笑一声，陪着他慢慢地把嘴里的烤肉吃完。他吃完之后，又摸出了一盒点心以及一盅汤。这个是龙龟骨头汤，我4师兄做的，超级好吃，非常滋补的。当然最后补的还是我的身体，但是你可以享受一下这个滋补的过程。叶玲珑说完之后，又吧唧吧唧地把一盅汤给喝完了。叶清玄无奈一笑，这些食物确实不但美味，而且滋补。快要达到炼虚修为的龙龟肉，灵气丰富又很厚实。少吃点，灵气吃进去太多来不及转化，你会撑坏的。我还有一盒点心呢。叶玲珑喝完汤，又拿了一盒点心出来。我4师兄做的，他可太会做吃的了。从我来到这里啊，再也没有吃过那么好吃的东西了。我也很久没有尝到这么好吃的食物味道了。真的吗？那我下次多留点给你尝尝。好啊。大叶子啊，我今天看到黑金山有一个很厉害的阵法，但是我没有看出门道来。那是因为你的阵法造诣需要进阶了。可是我陷入了瓶颈，容易的我一眼就会，难的我怎么也看不明白。你不是看不明白，是你的灵魂力不够了。灵魂力等级太低，导致你没有足够的力量去看破更高级的东西。所以我需要继续进修我的灵魂力了，是吗？九霄神魂诀你好像才1层吧？1层还未圆满，你觉得你需要进修吗？叶玲珑从未想到有那么一天，他也会被人问功课。
我最近事情比较忙，但是等我找到时间，我会努力的。意识到自己不足的时候，说明接触到的东西更高深了，这是好事啊。你还有很多时间，别担心。没想到你除了会对人，你还会安慰人。我不会对人啊。那我大师兄的疯魔是假的？我只是实话实说，我带你做个游戏如何？很好玩的。好啊。闭上眼睛。这些是什么啊？这个游戏叫推石碑。推石碑？对，由其中一个人出题，选中这石碑中的其中一个。选好之后，你根据那个石碑上的符文，推测出下一个石碑上的符文，把它推倒。那我是怎么根据上一个符文找到下一个的呢？规则是什么？没有规则。没有规则？对，准确的说，规则是由我们彼此制定的。试试看就知道了，很有意思的。这是个纯烧脑的游戏，纯动脑的游戏他可太喜欢了。大约在他艰难困苦地推了5个石碑之后，眼前的所有一切都消失了。叶玲珑一怔，等他再睁眼的时候，看到的已经是晨曦的微光从天边透下来了。天亮了，竟然天亮了！他推了一整夜，就推了5个碑。叶玲珑第一次对他的智商产生了怀疑。其实推石碑还有另外一个规则。什么规则？时间限制1刻钟，推不掉的人就输了。那他岂不是从第1个碑就开始输了？叶玲珑当场就石化了。这时，叶清玄低低的笑声传来。很好笑吗？你试试再回忆一下黑金山的阵法。我找到眉目了，我好像看出了点门道，不是毫无研究方向了。我的天，我好像有点突破瓶颈的意思。嘿，你这个游戏好厉害。以前修炼灵魂力时比拼的游戏，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，应该是灵魂力3重，也就是至少能修炼到9霄神魂诀3层的人才开始玩的游戏。这是大叶子这一晚上说的最好听的一句话了，当场就把叶玲珑感动得痛哭流涕。天亮了，你去忙吧，我睡觉了。叶玲珑一怔，哎，等下，他好像忘了有什么事情没有做。他的武器，时间可真不经用，要是有时光机就好了。他足尖一点，飞回了大家所在的位置。叶玲珑去看了一眼结界里的7色猪梨果，最后一颗紫色的果实已经成熟。他想了想，最后只摘走了7色猪梨果的果实，剩下的便留在了这里。这里应该是最适合它生长的地方，这样它还可以有下一次结果的可能。摘走之后，他没将它周围的阵法撤除，与其被暴殄天物，不如等有缘人来解，搞不好他就是那个有缘人呢。一连3天，他们白天分开扫荡，晚上聚集在一起挖灵池修炼，不浪费每1分每1秒，大家相互监督，有人偷懒就要举报。终于在大家勤奋的修炼之下，柯新兰、罗延忠和谢灵义突破了元婴。第4天的时候，他们还未走远，忽然间听到了轰的一声巨响，整个浮岛又晃动了起来，听着声音好像离他们还不太远，这回算是近水楼台先得月了吧。于是他们迅速地朝着震动发出来的地方飞过去，一条身形巨大的河螺鱼，一手10身，看起来非常的凶悍。也看到了裂开的湖底下有一个巨大的贝壳，贝壳里面散发着强大的光芒。我们尝试一下，把它拿下。叶玲珑点了点头，司玉晨和唐一凡也表示同意。检验他们这几天有没有用功的时刻到了，于是3个宗门分别摆起了自家的阵法，阵法一出，气势就来。于是他们开始朝着河螺鱼攻了上去。小师妹，这样下去不行啊，我们打不过，必须要智取了。叶玲珑后退一步，开始想办法。然而办法还没想好，叶玲珑便感觉到不对，他布置在后方的阵法被人碰到了。有人来了，大家当心！迅速切换红颜的伞形态，抬手一挡，铮的一声，灵力打在他的伞面上，一口血喷了出来。又是化神一击，而且这次比上次还狠。听到动静的众人也迅速地脱离了跟河螺鱼的对战。只见赵尚宇为首的黑金山弟子从他们身后赶来，走在最前面的便是魏正坤。他看到叶玲珑一脸不爽，上次用了6成力，这一次他直接用9成。9成打下去，他那把伞竟然还顶得住。人虽然受伤了，但是没死啊。天道好轮回，苍天饶过谁呀？可终于让我们抓到你们在偷偷打妖兽了。湖底下有宝贝吧？这次轮到你们滚蛋了。当然不滚也可以，打一架喽。这是把整个黑金山所有的弟子都召集齐全了呀。最要紧的是，此时金世虫的身边还站了一人，化神。
黑金山如今竟然有4个化神了。这次还打吗？要打我们奉陪呀。现在是修为比不过，人数被碾压，怎么看怎么没得打了，头铁吃亏不划算啊。于是叶玲珑朝着身后的弟子做了个手势，弟子们看到之后瞬间秒懂，大家默契的从戒指里拿出了一张加速符，偷偷摸摸的贴到自己的身上。不就是4个化神吗？那气势像是得了10个化神似的，有什么好嚣张的？叶玲珑上前一步，强忍着胸口的气血翻涌，冷笑道。身后的人看到他在拖时间，有序的做起准备来。实力不大，口气却不小。哼，既然你们不服气，那就打一场，我们求之不得。看来你真的很想我揍你啊，这么呛吗？你少废话，听我令，都给我上！黑金山弟子没有一个动的，他正一脸难堪的时候，赵尚宇一挥手，但在黑金山的人动之前，宗门联盟的人先跑了。叶荣月气得直跺脚，你们别跑，都给我追！于是宗门联盟的弟子跑得更快了。叶子姐，前方有熟人呢。叶玲珑看他们被甩得越来越远，于是飞到了最前面。你们快走，别往那边跑了，我们被人围追给堵截了，情况很不好。你们身后是什么人？几个化神？什么叫有几个化神？化神是走在路上就能随便看见的吗？眼看着双方就要碰面了，他们还傻傻的愣着不回答。叶玲珑干脆不管了，继续带着队伍往前冲。是百教神殿的弟子，那可是全元婴的队伍啊！叶玲珑一听，跑得更快了。瞧，飞扬这不就送上门了？喂，你们走了，去抓百教神殿的大肥羊了。好歹是兄弟，带着一起喝口汤不成问题。可他们是全元婴队伍，足足有30多个人。哎，兄弟，你自己往后看一眼呢。我们是带俩化神的50人队伍啊，那你们还跑什么？因为追我们的是有4个化神的100人队伍啊！啊，这怎么玩的一个比一个狠？于是，在隐月宫还没回过神来的时候，宗门弟子迅速往前冲，遭遇了百教神殿的30人队伍，然后轻而易举的把他们一锅端了。黑金山的已经不追了。于是叶玲珑便耐心的挨个打劫，抢走了他们的符石，集体销毁。他们瞬间消失在了符岛之上，踢出局去了。黑金山这件事，咱们不能就这么算了。可是不合理啊！他们没有大机缘大宝贝，龙龟妖被我们抢了，人也损失惨重，这不应该呀。凌雨，这个问题你给他们解答一下。因为叶荣月掌握了用人来做养料，供给其他人吸收的阴毒手段。他们虽然损失惨重，但只要抓到别人家的元婴，用来提炼成养料，就可以快速的增强自己。所以我估计他们要不了多久还会再出一个。还要用这个方法再出化神，他们不怕遭天谴吗？肯定要出啊！他们那个阵法需要5个化神。哎，小师妹，那天晚上你说的6个呀？5个还是6个？这影响了你的修炼的决心吗？当然不影响。小师妹，我不该打断你，对不起，你继续。4个我们已经没有办法对付了，若是5个，我们势必跟他们卷到底，绝不认输。这口气我是咽不下，必须要找回这场子。叶玲珑一脸坚定地看向在场的诸位，说吧，你们谁去上个化神？2个名额，先到先得。在场所有人就都惊呆了，这是上化神啊！2个名额？你的意思是你有秘法帮助我们上化神？如果我有办法，你就报名是吗？啊，你有办法，我当然要报名啊！上化神啊，谁不想呢？说是如此，我自己上不就好了吗？为你们做甚？还不熟悉他节奏的唐一凡、柳元旭等人当场呆住。再说了，我们现在还是名门正派呢，当然是要靠自己的本事自己上啊！你脑子里装的什么歪门邪道啊，雨信中，你们这个首席思想作风不正的，你多留意一下，没准半路就叛变了。其他话也不说了，咱必须要在近期内上2个化神，不管用什么代价，不然后面没得玩。咱清玄宗呢，先做个表率，二师兄，你算是其中一个。好，还有一个谁来？剩下的人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没有人说话。一凡师兄，你不想挑战一下？我来试试吧。五师兄，怎么？你觉得我不行吗？当然不是，我就是特别骄傲。你要是成功，我们清玄宗就是3个化神了。小师妹，你说错了。若是2师弟和5师弟成的话，那么我们13人里边便有4个化神了。我天，师兄们如此给力，我竟然还是一个小金丹，我也太落后了吧！说什么呢？你虽然只是金丹，可你无所不会啊。没错，我们家小师妹很厉害的。好羡慕清玄宗有这么个厉害的小师妹，
他不仅自己强，他还带着同门一起强。化神不嫌多，我也试试看，万一我成了，那我们就是5个化神。一凡师兄说得好，这才是首席弟子该有的气势。商量完毕之后，大家各自在原地休息准备，而叶玲珑跟司玉晨以及裴洛白去寻找新的风水宝地。这次他只挖了3个灵池，把灵气都集中给这3个尝试突破化神的人。叶玲珑趁人不注意，偷偷的往沈离贤和穆萧然手里各塞了个东西。沈离贤打开一看，竟然是一枚寒冰果。司玉晨突破的时候用的就是这个，我给你，你一定要成啊！小师妹，这么贵重的东西，你自己不留着吗？二师兄，你在青云州的时候，全部家当都快给我完了，我也就还了你一个果子，你不必这么激动。小师妹是懂语言的，她这话一出，她顿时就心安理得了。小师妹，我必定不会让你失望的。另一边，穆萧然打开叶玲珑给的包裹时，看到了里面的7色猪梨果。小师妹，这么重要的东西你怎么能给我呢？龙龟妖就是靠他长修为的。东西再贵重，也没有我五师兄贵重。你是我的五师兄啊，而且那将物尽其用。你现在给我吃掉，我也就上个元婴，没有用啊。我也没想到五师兄有这样的勇气，我真的是好高兴啊！到时候清玄宗3个化神，我必不负小师妹的希望。对了，这果子吃下去的顺序啊，我跟你说一下，我看见龙龟妖吃了假果子了。好。彼时，七星宗弟子正在凑资源，唐一凡还向司玉晨借了一些。叶师妹，你来了。一凡师兄勇气可嘉，我这个小金丹呢没什么好东西，这里有带零食，算是我的一点心意。多谢小师妹慷慨相助，此恩我记下了。客气，一凡师兄，我看好你哦。真的吗？不过我确实跟你们家五师兄的修为差不多，也许我们有机会同时突破呢。你在这里装什么客气？你修为比他更深一点，按常理来说，你会比他快的。好好突破，别输给清玄宗那个小子。排行第5也能赢你的话，我们4大宗门的面子往哪搁呀？玉成，做人还是谦虚一些，不然容易被打脸。自信点儿，你能赢的。叶师妹一开始看好的，不也是你吗？唐一凡一怔，是这么回事儿，他确实可以自信一点。四师兄，啊，小师妹，我去给2师兄和5师弟送餐，我把之前存的宝贝拿出来给他们做了一份有志于突破的餐食。啊，七星宗的师兄也有一份，不过我材料不够，他的就意思一下。叶玲珑点了点头，干得漂亮。叶玲珑又在路上看到了花诗晴。四师姐，小师妹，我去给2师兄和5师弟送灵丹，压箱底的，本来是用来给自己突破的，不过我数量不多，七星宗那边我就送一个普通的，意思一下。我懂，去吧。接着叶玲珑看到陈七元上去了，就连裴洛白也上去了。大师兄，你去做什么？做不知道，我清玄宗不能输的。看着他们上去之后，自己便心情愉悦地走了下来。大叶子，我又来喊你起床了。你受伤了？这都还没上身呢，就发现了？一点点。不是小伤，还是那个化神。是啊，他上次打了发现红颜太坚固，这次又打，下狠手了。你想报答他吗？想，当然想。你有办法吗？有。叶玲珑眼睛一亮，内心激动不已。不过以你的修为，很容易被他反手打碎，所以你只有一次机会，一击不成必须逃离，而且稍有不慎，容易玩死自己，非常非常的危险。危险我也要尝试。可即便是你成功了，你顶多就是打伤他，你也打不死。打不死我也要打，有机会我当然要打了。我已经挨了他2次打了，我没脾气的吗？那好，我先帮你升级红颜。叶玲珑一点头，乖乖的不动了，身体给他，他闭关修炼九霄神魂诀去了。小师妹，这大晚上的你鬼鬼祟祟的一个人在这里做什么呢？大晚上的你不修炼，一个人鬼鬼祟祟来找我做什么？季子卓一怔，老天作证，他是光明正大来的。我就看到这里有个人影，所以来看看情况。既然你不是敌人，那我就放心了。我先……你来的正好，坐下。季子卓此时就是后悔，非常的后悔。平时的小师妹很可怕，但现在的小师妹那是3倍可怕。为什么要坐下？因为你修为差。啊？整个清玄宗男弟子里就你最差，也不知道你平时是怎么好意思待得下的。虽然这说的是事实，但小师妹能不这么残忍吗？你放心，我这就回去修炼，绝对不会输给6师兄的。他跟你半斤八两，你去拿他当目标。小师妹今晚为何字字诛心呢？我其实……别废话了，开始修炼吧。在这儿？怎么，
你还挑地方？这里的地面草太茂盛，你不喜欢，还是树枝太低毁了你的道心？不是啊，他不是挑地方，他只是不想在恐怖版的小师妹身边修炼，压力好大的呀。不是，那就修炼，天亮之前上个元婴中期吧。他才上元婴不久啊，愣着干嘛？快点！小师妹，天亮之前就上元婴中期，是不是太着急了一点儿？不着急，因为我天亮之前够时间把武器升级完。你升级武器跟我到元婴中期有什么必要的联系吗？我怕你只有元婴初期，到时候挨不住我一剑，当场归西。到中期的话，应该还能剩口气。及时治疗的话，残不了。小师妹她在说什么鬼故事啊？小师妹，你为什么要刺我一剑呢？升级完了是效果，不然喊你留下来干嘛？芥子卓万万没想到自己竟然这么倒霉，都怪这该死的好奇心啊！于是两人重新进入了和谐之中，一个修炼，一个修散，气氛十分温馨。宗门联盟的弟子在这一片地方卷了整整3天，3天时间里，叶清玄3次升级叶玲珑的武器，反正效果是做好了，但为了达到打伤化神的程度，他在上面做了一次特殊强化，用了就没了。但没关系，叶玲珑这个人记仇，一次报仇那也是报仇。在冲击化神的3位大兄弟里头，沈离贤毫无意外的第一个冲击成功。而如今3天过去，穆萧然和唐一凡依旧没有动静。突破了，终于又一个突破了。五师兄，你真的做到了。对，我真的做到了，我没有辜负大家的期望，没有辜负你们的付出，我做到了。清玄宗第4个化神是我。就在这时，砰的一声，罗延忠在他们身后放了一个礼花。恭喜恭喜啊！干什么？上化神失败多正常啊，一次不行就下次呗。你还年轻，机会多的是。若是以前他不会觉得失落，可如今看到他们都是一遍成功，一个比一个天赋更强的时候，才发现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。准备一下，一会儿出发，我们这就去把场子给找回来。叶子姐，能不能安慰一下我家大师兄呢？他到现在都没有走出失败的阴影来。如果是说安慰的话就不必了，我耳朵快起茧子了，我没事，我只是需要一点时间。可你没有时间了。唐一凡愣了一下，我们要去干架了，可是你这状态不行啊，双方化神4打4，剩下我们元婴和金丹的数量不如他们，数量不够只能拼质量，你是我们质量中重要的一环，你是不能打，我们就危险了。我哪有什么质量，我只是个废物啊。你错了，你不是个废物，你只是个穷鬼。七色朱莉果我给五师兄了，这大宝贝他竟然给穆萧然了。还有我四师姐突破用的压箱底灵丹，我四师兄珍藏多年的灵宝食材，还有陈七元和大师兄都去帮忙了。你看，我们富有的清玄宗弟子贡献了大家压箱底的宝贝，而你们穷困的七星宗弟子凑了半天也没凑出什么像样的玩意儿来。唐一凡那颗心被治愈了一半，所以你不是废物，只是个穷鬼。唐一凡的那颗心另外一半被毁完了。奋斗吧少年，努力修炼，好好赚钱，争取别再做个穷鬼。唐一凡感觉自己没有被安慰到，但是他的天空好像不再灰暗了。辅导这么多宝贝，我必须报复一回。在他面前许愿报复，叶玲珑笑笑没说话。机械打完，叶玲珑带着队伍重新出发。我们回来了。翻越了好几座山之后，他们终于回到了那个湖泊附近。他们已经走了，我们要怎么办？不慌，可以从痕迹找到他们离开的方向。叶玲珑说完之后，他仔细地看了看地面的痕迹，他眉头忽然一皱。怎么了？有埋伏。就在叶玲珑话音落下的时候，他们身后传来了一道脚步声，迅速又整齐地将他们包围了起来。啊，不是黑金山，这是百教神殿。为3天前在此处附近被你们杀死的百教神殿的弟子而报仇。那行，那就打一场。来吧，小化神。那百教神殿的化神一愣，然后感觉到自己被侮辱，拔出长剑朝着叶玲珑冲了过去。他竟然被击伤了，化神，而且是2个化神。不对，情况不对，退！我们撤退，这仇先放着，以后再报。师兄，退不了了。什么情况？苍山72宫的人围过来了。什么？百教神殿的化神正要发怒的时候，他们也在撤退，好像是被黑金山给围了。就在他们沉浸在巨大的震惊中的时候，黑金山和宗门联盟的人已经走到眼前，将他们包围其中。要不我们往旁边退一退，没准他们自己会打起来呢。你说的有道理啊，我们退一个试试看。在他们撤出中间之后，没了一大群人的遮挡，宗门联盟和黑金山终于站了个面对面。这么巧啊，
又给我们见面了，你们也够倒霉的。这次准备怎么逃啊？不巧，我们是专程找来打爆你们狗头的，一会儿可别跑啦。既然你们要送死，那我就成全你们。黑金山的阵型全部摆开，赵尚宇一声令下，黑金山的弟子迅速地朝着宗门联盟冲了上去。叶玲珑得意一笑，双手往身边的沈离贤和穆萧然身上一放，破掉了他们身上的禁制。摊牌了，不装了。宗门联盟4大化神向黑金山讨教。这下子，对面黑金山的弟子瞬间惊呆了。看到他们冲到眼前，穆萧然和沈离贤抬手便是一剑轰了过去，直接把冲在最前头的元婴给轰得血肉翻飞，连退后的机会都不给他们。我记得我当年突破化神的时候，全宫上下把所有的资源都给我了，而且还有师傅护法，千辛万苦才上去的。你这么一说，我想起来，我今年突破化神的时候花了半年时间，中间还失败了一次，我也不容易啊。人比人气死人啊！我的天哪，宗门联盟是真的凶啊，70个打上百个，气势就没输啊！看见了吗？啊，我怎么觉得黑山盟打不过了呀？1对1化神对战，黑山盟的实力竟然不如宗门联盟，为什么呀？啊，他们用了特殊手段才搞出那么多个化神，为什么宗门联盟也可以啊？万万没想到，嚣张不过3天，又被反杀了。魏正坤眉头一皱，目光落到了叶玲珑的身上。本来黑金山陷入劣势，他们正愁没有突破口呢。现在好了，叶玲珑自己送上门来了。魏正坤对着裴洛白做了一个虚晃攻击，趁着裴洛白躲闪的时候，他迅速的掉头，抬起手中的剑，一剑朝着不远处的叶玲珑劈了过去。小师妹，所有人的心都跳到了嗓子眼上。死，给我死！来了，小师妹钓到了想要钓的人，见证奇迹的时刻终于要来了。叶玲珑手中的红颜瞬间切换形态，剑劈到伞面上的时候，伞面上绽放出一朵红色光边的花，花在碰到剑尖的那一瞬间爆了开来，迅速的朝着魏正坤反击了过去。魏正坤一大口血喷出来，身体被甩出去很远，直到撞到了后面的山体上，直接把那一座山给撞崩塌了。在场的所有人，无论是哪个势力的人，全都瞪大了双眼。叶玲珑也跟着愣了一下，他伸手摸了摸自己的手腕。大叶子，你在我身上。怪不得刚刚他回头抵挡的时候，感觉到除了自己，好像还有其他人在操控一样。你怎么醒了？虽然你练了很多次，但我还是怕你个万一，我睡不着。叶玲珑心口一暖，你做得很好，即使刚刚没有我，你也一样是做到了。恭喜你，成功报仇了。他唇角边的笑容更大更灿烂了。金丹打化神，他成功了。小师妹，你没事吧？我能有什么事？他甚至还转头看向黑金山的弟子。或许我这山体都轰塌了，你们黑金山那个化神果然好厉害啊！看这情况，也不知道是他伤得重还是山毁得狠。哎呀，你们这些头们怎么回事？都不去挖一下吗？说不定还能抢救一下的。你们不会这么快就放弃治疗了吧？赵尚宇立即挥了个手，示意身边的弟子去查看魏正坤的情况。黑金山的弟子亦然，他们迅速地脱离了战局，往后撤了一些。跑什么啊？刚刚不是说好了不要跑的吗？别怂啊！你们黑山盟不是最嚣张了吗？化神多，弟子多，还有个会歪门邪道的少夫人，怕什么？叶玲珑手中的红颜迅速切换回了剑形态。你别嚣张啊！我刚刚打了个化神，我不嚣张谁嚣张啊？赵尚宇气得脑袋嗡嗡的。黑金山现在只有3个化神，我们有4个，打他们呀！于是宗门弟子迅速地朝着黑金山弟子重新扑了上去。你们再不出手，宗门联盟就无敌了。倒不如现在跟我们联手，把他们气焰打下去，未来对大家都好。原本躲得好好的，正在围观的苍山72宫和百教神殿，我谢谢你啊！于是他们默契的噌的一下站起，然后二话不说，头也不回的就往另外一个方向跑了。默哀老子！前方的贼匪，你们已经被包围，我要做无谓的抗争。干架就干架，追击就追击，能不能不要那么多戏呀？我方已经发出警告，你方一意孤行，听我令，向着胜利开炮！叶玲珑这辈子第一次拿修仙版机关枪，顿时感觉自己神勇无敌，战神下凡。这种不用自己灵力，不用多少力气的打人方式，真的爽透了。